如果是药香馆，倒斗的把整口棺材起出来，就算里面样东西都没得，把棺材抬起走也不亏。那这货您有？困的肯定没得，但是你要说拿药项目扯个2手串珠珠啊，或者说雕个师傅摆件，我倒是有1、2件，我拿给你看。哎不，那您这货都从哪儿来的呀？有个倒斗的姓张，药香馆路子最深，叫张成啷东西。转，就啥子？你认识？他是李大善人的大徒弟，黄木匠叫黄承忠，他叫张承传，都是成字辈的。辈分谱是按照龙凤呈祥松柏长青依次排下来的。不过看这几个徒弟的出息，怕是连祥字都传不下去了。我们啊，就是想找倒斗张打听点事儿，怎么才能这样的？找倒斗的还能去哪点吗？见天光。啊？见天光？挖坟掘墓不都是晚上吗？倒斗找杀头，见光就发愁。每月15，午夜3刻，去空坟烧纸钱。同行之间也好见个面，交流经验，这就叫见天光。为啥是空坟呢？倒斗的都会给自家立种，一为壮胆，不怕土下石；二一个一天到黑刨别个家的坟，搞不好哪天自家就入土，这叫未雨绸缪。只有一个地方的内行，才分得清楚哪点是普通的坟地，哪点是倒斗的空坟。我看您比内行还清楚，要不您给我们指条路呗？你说了，猫猫？猫猫，你说了？好说。二哥，一只妖姬说的话，你觉得能信吗？来都来了，瞧瞧再说吧。张先生，别跑！别后边有本事别跑暗器，咱俩真拳真正打一架。仙姑我不住南来，不住北，不住。
不住，二哥，我扛不住。张成传，还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上坟呢。这纸钱无非元宝锭子，7铜8铁9金银。这，哎，仙姑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没见过。反正这个人不是张成传。你怎么知道？迎风相识里，这么重的脂粉钱，别说你没文章。哎，雨色，哎，这胡子是不是特别假？哎，没有，少爷，就您这身打扮，在大街上要是撞见我，咱绝对是擦肩而过呀。哎，这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兰兰。您放心吧，您干的全是正经事儿。呀，这位爷，瞧着眼生呢，是第一回来吧？没错。您是有奔着的姑娘来的，还是想要姐姐我给你介绍一个呀？我想找一个胸口有个痣的。小月红吧？要是不怕等的话，那都是排队的。你要是等不及的话，我这里还有别的姑娘。我说，你也来等小月红？女的，不要斗气闹了，仙姑。你是不是觉得小红绳身边3次以内会产气都是女的？说正事儿。是正事嘛。下都是阴行，女生阳气弱，经不起。就算你们看到的确实是个女的，也绝对不是这一行的。那女的在坟前烧这个，知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？偷东西，你追！别跑，追！快追！追！这是好东西啊，花钞票。花钞票？哎，长翠楼的花钞票啊！天，哪里有女贼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哎，难不成在坟头袭击我们的？果然是女飞贼啊！萧阳，我错怪你了，你赶紧去那边勘察一下。跑不了。接着说。窑子里面的窑姐，如果遇到自家心动的客人，就会送这种花钞票。下次在客的时候啦，就不用排队哦，也不要茶水钱。但是关键不在这几个钱。我确实看到了一个黑影，一溜烟让他给跑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到？那边，那边。开什么玩笑，你们俩！
想不到这个女飞贼如此狡猾，居然还有同伙，跟我们玩四面楚歌。错，是草木皆兵。想必仙姑最擅长的应该就是破阵，快去杀那个措手不及！天加不了。小心啊，小雅！关键是什么？自边走。关键在于这个花茶票只能是姑娘自家送出去的，妓院和老鸨都做不到主。啷意思？手里面有花茶票的，就算不是头牌，也是公子哥些争到抢的大红人。光窑子有钱没球用，荷包头揣起花茶票才是真的谈得起。小伙生，我觉得你这回真的是搞到莽氏捡到便宜了。捡到什么便宜啦？真没想到，那个女飞贼居然是案情的关键。能不能替师傅报仇，就看能不能抓到她了。唉，可惜我不会飞檐走壁，所以只能有劳仙姑了。我先走一步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线索。啊，对了，仙姑查案辛苦，夜宵就交给你了。叶修，走吧。哪个红包可不可以啊？大肘子吧。肘子。来啦，这位爷。也没点新鲜的，又是小月红。你稍安勿躁，下一个就轮到你。哎，这大小子穿开裆裤，总得分个前后吧？哟，您说的倒是容易，人家有花茶票，你们有吗？一会儿就好。跟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查案？查案啊！查案穿成这样，我师傅刚没了，丧期还没过，而且我是婚事落定的人，你呢？我这又是商会会长，又是秘书长，很正常。唉，遥想当初我们第一回来，寻欢作乐，胡吃海塞，好不快活。我跟你说，第一次寻欢作乐、胡吃海塞的只有你，我就睡了一觉，还是我掏的钱。小爷我就不喜欢欠别人的。时候差不多了，那我们走吧。这我们两个一起。哟，原来好这口。行啊，走吧。这包子铺老板说，买包子的人不是寻常人家女子，所以我就从青楼开始查起。废话，穿胸口开窗户旗袍的姑娘不来青楼找，上哪儿找去？甭管从银行林主管还是棺材铺的黄木匠，都能查到这小月红。所以呢？
徐红啊，保不齐呀，黄木匠这案子和你的银行大劫案两案并一案。玉红，快点开门啊！别闹什么脾气啊！哎，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懂不懂规矩啊？哎，让开，让开，让！我老二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嚷什么嚷嚷？大老娘们儿来什么？哎呀！本仙姑要找男人上哪儿找？这男人多了，您找哪一个呀？女侠，请。哎，女侠。哎，女侠，干嘛呀你？哎呦，对不住，这位爷，哎，对不住，哎，女侠，对不住，哎，对不住，哎呀，哎，女侠，干嘛呀？干嘛呢？哎呀，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。哎，女侠，你干嘛呢你？别过来啊！哎呀，女侠，你别闹了，女侠！哎呀！他怎么来了？没事，别慌，没事啊。哎，咱们打扮亲爹都不认识，怕他干什么？不怕啊！不怕。女侠！哎，女侠！哎，女侠，你别！以为你换身衣服，龙王庙那股霉味就能散啦？别慌。打发我去抓女贼，你就跑来会女贼啊？丁老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子的人。我都说了我不来，你偏要我来。你们有钱人真的不是东西。小影，你听我说，这件事情跟你看到的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兄弟真的是刚才杀是丁老他。蛇手一窝。玩的也太大了吧？怎么还玩出了人命了呢，二哥？有点复杂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误会了，我们是来查案的。对查案的。小二过来。那个是不是小月红？是。
人是从那儿逃走的，还受了伤，可能是死者生前反抗造成的。雨红啊，你死得好惨呐！姐姐，您先喝点水。这作孽哟！这是祖师爷降罪哟！为什么说是祖师爷降罪？这里头有什么讲究吗？这茶壶里面装的是阴阳和合散，我刚才闻了闻，少说也得有10包8包的，就这个量，谁喝下去身体受得了呀？我可怜的女儿，这种死法在我们行里叫逍遥游。什么阴什么散？就是春药。或者是别的一种饮料。哎呦，这是坏了规矩呀，这是报应呀！他坏了什么规矩？祖师爷要降罪呢？这小月红啊，外面有一个长姘头，为了这男人课都不愿意接了，还拿茶票倒贴，还整天做白日梦，等那个男人给他赎身。你说我抱怨他2句吧，他又老拿些值钱货来堵我的嘴。你也知道，做咱们这行的，做人不能跟钱过不去，是不是？得，我就当他被别人承包了吧。这个玉蝉是他给你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你谁呀你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看样子还真是2案并1案啊！我接着查九牛，保不齐能帮丁秘书长把金子找到。不劳您费心，我接着找金子，也能把九牛的凶手给找出来。郭爷，来，您看一下，这都是顾小姐打坏的东西，您看一下啊。这点东西也不值几个钱儿，但你说，我要是真不让您赔了，就凭您这样的身份地位，这脸上也挂不住，不是？多少？意思点。你看我这受伤的兄弟们，医药费也不用您付了，他们活该，谁让他们狗眼不识猪？你说谁是猪呢？一个破花瓶，都够我下半年的馆子了。你说谁是猪呢？大姐，小姐，这个账啊，是这样啊，那个一会儿我会通知警察局的人过来勘察现场，保护好现场。至于这个账啊，我一会儿找人送过来。看看，这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气度就是不一样。哎呦，大丈夫不拘小节，是不是？不像有些人，有了花茶票还要2个人一起用，口味可真够重的。花什么票？花哟，这就走了？秘书长，走好啊，下次早点来。看什么呢？该干嘛干嘛去。会不会有什么记错的，或者是忘了说？真的没有了。那我再问你一遍啊，宋乃公几点给你送的奶4点40分。结金几点5点半。宋乃公每天听着包子铺剁馅儿的声音起床给你送奶，那天包子铺早开张了半个小时，他也就早了半个小时给你送奶。你拿到牛奶大概是4点10分左右，然后4点半就可以出门。那么你从家走到接金地点
顶多4点40。手表，我的手表出问题了。你说你每天路过大钟都会对表，如果手表有了问题，为什么没发现？你明知道早了半个小时，为什么还要去接金？还让你接到了，为什么？你实话实说，我或许还能帮你。你好好想一想，你还有一家老小要照顾呢。您坐。那天早上，我确实感觉比平时好像早了一点。走到大钟，正准备对表。这天津卫的马路可真够窄的呀！让我在这儿和你碰着了。钱呢？什么钱？玩了姑娘撒腿就跑，一个大老爷们儿兜里还没有点花酒钱，赶紧的把钱给我拿来！哎，你别给我装糊涂啊，姓林的！就你这模样，我能记错了？那样子我就算记差了，可你的身子我记得真真的。你屁股上是不是有块胎记？我屁股上没有胎记。赶紧把裤子脱了给我验一验。怎么还脱我裤子呢？把裤子脱了我看一眼。有病啊！还钱！看什么看？散了吧！有病！所以，我那天没有对表。时间的细节都是次要的，你负责勘验金条入库，不可能没有发现里面装的不是金条，而是干冰。但你还是开了存单，交给了那个假冒的军官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开箱验过金条，那只能说明你也是同伙之一。不知道，我那天很快就反应过来了，有人在我身上做了手脚。你是指时间吗？不光是时间，还有肚子。肚子？我那天在街上走，肚子一直不舒服。我害怕耽误接亲，所以我没敢上厕所。一路上，我这肚子就跟刀绞似的，就盼着赶紧到银行。君爷，那位君爷好像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一样，甭管干什么都不慌不忙的。我这实在是憋不住了，所以，君爷，这都是拜师长和武司令专门吩咐过的，咱就别走那么多流程了吧，入库吧。你那天吃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为什么会拉肚子？我什么都没有吃，我一向早起，只喝一瓶牛奶。丁秘书长，我知道，金库失窃属于重大失职，那可是一箱金子，我就算赔上我全家老小也赔不起。我撒谎是我的错。丁秘书长，我求您了，我混到现在不容易，您高抬贵手，您帮上我，你别把这事说出去行吗？
如果真的有人利用你，偷走了金条，那我一定会抓住他。但我没法替你掩盖事实。你别过来！我来到天津，最害怕的就是别人瞧不起我。我不想让我的家里人脸上没有光。现在金子丢了，如果要查下去的话，我肯定跑不了。你走吧，让我死得体面一点，好吧？金子没有真的丢。还可以找回来，我可以帮你找。差事丢了，我们还可以找一个更体面的。漕运商会，漕运商会正好缺一个有过银行管理经验的人。我希望这个人是正直的，是一个不管经手多少钱财都能够坚守自己底线的人，这样的人才叫真的体面。怎么样？你对这个职位有兴趣吗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。麻辣味儿的，藏翠楼的姑娘爱吃。开玩笑。这可是超凡绝伦、天之骄子、人中龙凤的，我亲自挑的，那是谁都能吃的吗？那必须得是国色天香、金雕玉琢、小家碧玉、大家闺秀、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人才能销售得起的。你小神婆虽然长得不算俊秀，但眉宇之间的神韵，却让人觉得越看越好看，就跟这麻花似的，越咂摸越有味儿。早年！哎呀，弟子管教无方，弟子管教无方，脏了您的眼睛，您多担待，您多担待，您多担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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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您打听个事儿。哎，合着不是给我买的呀？黄鼠狼进屋喽！哎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怎么能把自己说成鸡呢？这李大善人呢，在天津拢共收过4个徒弟，其中有2个不争气的一男一女，他们心术不正。学艺的时候，这2人都厮混到一块儿了。后来他们偷了李大善那传家宝跑啦，
再后来，这个男的干了缺阴德的行当，盗斗盗墓去了。这个女的呢，沦落到烟花巷，反正是都没落下什么好下场。那看来就没错了。这俩徒弟，一个是倒斗张，另一个是小月红。你怎么知道？金玉在九窍，亡者不朽。九窍玉，这九窍玉多雕为蝉形。你想，就那老鸨那只玉蝉，虽说是改刀雕了个金钱座，但还是蝉。没错，玉寒蝉，死人嘴里的玩意儿，不是倒斗的，上哪儿弄的呀？黄木匠、小月红、倒斗张，三人一起干回收药相关的勾当，所以才有了陪葬品，孝敬老鸨。哎，对了，您再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呦呦呦呦！快！扔远点，扔远点！你扔远点！什么呀？1寸木。1寸木。这倒斗分4门啊。搬山卸岭，发丘摸金。这要是说起来门庆是吧？我不懂，不懂。您说。这倒斗4门，就属搬山刑法最残忍。几个人倒斗，那墓道石都是齐心协力整出来的。谁要当了叛徒，或者是私吞了钱财，那还不得把墓道石都一间一间的给填回去啊？这就叫填墓道。填回去，怎么个填法呀？哎呦，古道啊！一直填到他肚子里头水泄不通。这1寸木就是祖师爷赏罪时的。又是祖师爷降罪，360行，行行都要降罪的话，那天津城不得乱喽？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话说倒斗张和小月红是耗子见不得光的暗夫妻，俩人伙同黄木匠干那丧尽天良的2手棺材买卖。孰料分赃不均，顿起杀心，血溅棺材铺，黄木匠命丧自封棺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夫妻反目，兄弟相残。倒斗张杀了黄木匠不算，还要灭小月红的口。小月红临死之前奋起反抗，倒斗张负伤逃遁，兹留下窗口，血迹斑斑。没了。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别卖关子了，到底有的说没得说了？不是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非要是祖师爷降罪，弄得这么引人注目？那9牛2虎1鸡，不更引人注目吗？要真是人做的，就是在扣屎盆子。那靠哪儿不成，非靠祖师爷那儿，祖师爷招谁惹谁了？你说会不会跟2虎有关啊？哦，仙姑有何高见？各行各业的祖师爷海了去了，但都逃不脱60甲子身。60甲子，这60位里头，压头阵的陈才、郑张2位，一个是楚虎英雄，一个本就是秉银神，都跟虎有关。9牛完了，不就该2虎了吗？嚯，傻驴子也有嚼荆草的时候。说谁傻驴子呢？不是，我总觉得吧，这当中还缺点什么。你想啊，这么复杂一连环案，9牛连着2虎，还能跟丁某那边的黄金劫案扯上关系。倒斗张、小月红、黄木匠，
这仨人唱不了这台戏呀。娘，哎，除了木匠黄承忠、混坟地还有青楼那2个败家玩意儿以外，李大善人是不是还有别的徒弟？这木匠倒是有个师弟，叫个什么刘成茂，啊，这个人呐，你可不知道有多聪明，有多机灵。他就是不用功，老是跑下山唱个小曲儿啊，听个小歌呀，从李大善人那儿学了个蒙古面的手艺，这才进了皮影班，唱皮影戏去了。都说虎父无犬子，这李凤成一辈子大义行善，还是培养出几个不争气的徒弟。有什么不争气的呀？神婆跳大神儿，皮匠蒙皮鼓，有什么呀？去边儿去！去！你这都什么呀？瞎胡在这咧！干嘛？看皮影戏去。你叨叨啥呢？叨啥呢？啊！叨啥呢？去哪儿啊？那您最后一次见皮影流是啥时候啊？就前些日子，喝了点酒，跑我这儿来吹大牛，说他发大财了，啊，回头要把我这戏班子买下来，还要给我做一套刘关张的皮影，报答我多年的收留之恩。结果呢，就再也没见着人，还发大财呢！别让我见着发大财！我这么些演出，赔的钱我得找他算账。那是鹿筋线，凉皮子使的。有什么讲究？刨鹿或者憨的筋，刮净晾干，再用木锤砸得绵软，搓成的线。说来简单啊。可火烤则硬，遇水发黏，一般人可来不了这手艺，那得是老皮匠。老板，新来的皮子瞅一眼。好，来了。上回那书派人给你讲岔了，杀小月红的，没准是皮影流。丁秘书长，您还亲自到现场了？您要是想看，我把车给你弄你们家门口去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啊，这不在我的指挥下啊，捞尸队刚给捞起来吗？哎，老范，过来。你干嘛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回这个可不能跟捞尸一个价钱，这两回事儿。咱的规矩啊，2条胳膊2条腿算一个人头。你看看，这能数出几条胳膊腿来呀？哎，都当心点轱辘。贵，来，嘛呀？您连卡车都能捞上来，捞口棺材肯定跟玩似的。我那得意私货油水特别的足，没跟队里其他人说。明眼就是一个猛子的事儿，咱俩把这钱给挣了。捣什么乱？我查案呢我。那个官儿啊，要不咱们那车轱辘算了啊，1辆车4个轱辘，勉强给你算一人头吧。队长，这车6个轱辘。啊，那就算1个半吧，记着。好嘞，1个半。哎，你刚才说捞什么来着？哎呀，嘘，棺材啊！哎，秘书长，都再仔细检查一下啊，别落什么东西。要不您到上边休息会儿。
能耐呀，跟马匪的草木皆兵一个道理。运金车是太子，这个车就是狸猫。这车里藏个人来操控皮影，从外面看影子就像是坐了一车的押运士兵。林主管就是这么被骗的。半天云里拍巴掌都是高手啊！我可得好好数数，这儿一共几条胳膊几条腿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哎呦，我给你数明白了啊！12条胳膊，12条腿，算6个人头，6个车轱辘，你说算1个半，加在一起是7个半人头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这肚子要跟刀绞子似的。队长，不好了，怎么了？皮影班死人了。谁呀？是个姓刘的，叫刘成啥来着？茂。对，叫刘成茂。茅车！哎呦！哎呀！颈动脉被利器划伤，失血过多致死。这倒斗章到底要干嘛？都要点钱啊！姚三，你要的烟我给你带来了啊！来，过，快点儿！来进来。哎呀，有嘛好怕的？好好配合啊！您别紧张，来坐。来，坐。找您来啊，就想问您一个问题。他这死法，算不算祖师爷降罪？啊，小和珅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啊，他丁大秘书长不知道，可不就麻烦您给咱丁秘书长好好的解释解释，解释啊！说吧。干我们这行有个讲究，皮影做好之后要用活物来定魂。一般来说是把活鸡的喉咙割破，扔进缸里，再把皮影放在缸口，盖上红布，之后再使起活来，这皮影演起来好像是像有了魂儿一样。其实他也就是图个彩头。哦，这皮影刘是拿自个儿的命给刘关张三人定了魂喽。干什么呢？这是犯罪现场，知道吗？师兄弟4个人一块儿偷了黄金，丁秘书长的案子难办了呀，难办呐！主犯都死差不多了，就差一个倒斗章张成传。嘛玩意儿？一个皮匠，一个木匠，一个倒斗的，一个妓女，他们怎么知道军金交易的呢？他们怎么知道的呢？又从哪儿弄的军车呢？从哪儿弄的呢？那还不简单，要不然就是他们4个人之间有高人，要不然就是他们4个另外还有高人，还有高人。假军车去了真银行，那这真军车难道这哥几个连银行都造假？我的妈呀！不可能是假的。按照那个银行主管所说，进维多利亚道以后，2个街口，右转，就是银行后门。前面再过2个路口，右转就到了。事后我怕有猫腻，又专门带人走了一次，2个路口右转，确实就是银行后门。没错啊，维多利亚道向前2个路口右转，就是银行后门啊。没错，就别再走了，溜了大半天了。
再绕一圈，肯定有什么没瞧见的。我不要绕了，你自己绕吧，我累死了。还说请我吃麻团长肉呢，这长得不抵掉的多，那有傻子呢。我不是遛傻子，我是遛傻媳妇儿呢。遛傻媳妇儿，还有李群乐。帮我看看那是什么？起来！不起！哎呀，起来！替我看看那是什么？那个。去吧，媳妇儿。又是陆军线。对不住啊，那天冤枉你了。不做事儿，就不会做错事。什么都不会，也就不会被误会。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也不是。既然看见了，就不会装看不见。喏，变色了。这是八的油酸跟碱性肠液混合以后，产生了剧烈刺激，造成腹泻。所以这瓶奶啊，里面掺了巴豆水。您怎么知道我在查白市长和武司令？儿子，儿啊，儿啊，哎呀，你怎么了啊？儿子，我的儿。为了给子仁报仇，我几乎倾尽家财来调查白继文和吴作南的把柄。如果萧小姐感兴趣，我可以帮你，啊，也可以说互相帮助。那您为什么会找我？因为《金兰时报》是天津最干净的报纸。只要确认真相，有利于民众，一定会揭露。好。在说之前，我还要明确一件事情。请讲。白继文和武作南固然该死，但我不光查了他们俩。那天在场的还有一个人，他也可能是杀害子仁的凶手。谁？丁秘书长。用
凭直觉判断，丁秘书长应该是个好人，但如今京城名利场，我信不过任何人，除非丁秘书长能指认那天开枪的人。那您为什么不直接去问丁卯？白继文和吴作南一定察觉到我在查他们，他们很快会对我下手。我只是想，在我消失之前，把到现在为止我查到的所有的信息同步给我认为最稳妥的人。最稳妥的人？看来萧小姐是不记得我了。令尊调任杭州，督办建设苏城电厂，带着您在杭州待了4个月，你也就7、8岁的样子。苏城电厂第一次发电，电闸就是您喝上的。我当时也是秘书处的随行人员，那段时间受过不少令尊的照顾。对不起啊，我记不太清了。没有萧秘书长的提携，我走不到今天。萧秘书长是我认识的最正直的人，萧秘书长的女儿也一定信得过。我相信萧小姐一定能做出最公允、最客观的判断。谢谢。少爷，这都2钟头了，萧小姐不是有什么事儿耽误了吧？算了，不等了。啊，抱歉抱歉，有一个突发报道。谢谢。现在京城这么乱，以后不管有什么事，先说一声，别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嗯。案子进展的怎么样啊？郭队友在银行附近的街上发现了新打的钉子，上面还挂着皮影流用的线，但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九流案、黄金案、祖师爷犟嘴连环案全缠在一起了，不知道跟二虎有没有关系？听说有传闻，最近军饷迟迟未发，司令部的兵好像要乱啊。不管怎么样，都要务必找到金条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找到金条之后，交给谁？交给谁？武作南和白继文2个人面和心不和，积怨很深，而且手里分别有对方的把柄。如果你先帮一个人渡过难关，就会得罪另外一个人。把柄？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儿啊？我也是听记者同事说的，兴许是传言吧，我会进一步求证的。反正你要记得，当你找到金条的那一天，就是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那一天。你现在越是深陷其中，就越是要认清自己，千万不要同流合污，不要因为一些所谓的站队、表忠心，就让无辜的人蒙冤受屈。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呀？提醒罢了，吃饭。好。
后门在维多利亚道第2个路口右转，这第3个走过了吧？就是来看看军车为什么没发现自己走过了。你确定我们在路口看到的钉子和路金线是用来挂墙挡路的？不然怎么让宋金的军官错过维多利亚道第2个路口，而在第3个路口右转，拐到这里来？把你洋玩意儿再借我试试。我说了，我那些是解剖工具，不是开锁的。废什么话呀？你怎么没拿呀？你觉得我现在这个身份，还天天背着一堆法医工具，合适吗？你看看啊，这才当官没多久，就把老本行给丢了。俗话说艺多不压身。你说你如果一出门就看到一具无头女尸，没有这些工具，谁知道她是谁啊？怎么确定她的死因？到底是用斧子砍？这点脑子都没有，怎么能闯荡江湖呢？我没使多大劲儿啊，这看着亮闪闪的，怎么都是木头做的？这黄木匠手艺还真不赖。这边。哥儿几个真的连银行都造假呀？这什么呀？拉开看。看起来像是画报。还真是用画报印了面假墙出来的。开什么玩笑？这都怎么琢磨出来的？李大善人这一身能耐，真是一点没糟践。
林主管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到达开顿教堂接金，所以他遇到的是假军车。君言，林主管是吧？正是。上车吧。好。留在车里操纵皮影军人的肯定是小师弟皮影流。二师兄黄木匠缺了2颗门牙，特征太明显，不能开口，只能打下手。所以假扮军官的一定是大师哥倒斗章。林主管早上喝的牛奶被掺了巴豆水，腹痛难忍，所以在没有开箱验金的情况下，让倒斗章拿到了自己亲笔开具的存单。君言，您看一下。武作南和白继文的这笔军金交易，就算是完成了，但存进银行的其实是一箱干冰。这些事情都得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完成，因为接下来就该假扮林主管，回到开顿教堂，去接真军车。真够能演的。俊，你押金呢？啊，我姓林。上车。哎。倒斗章准时接到真军车，剩下的人必须在车开到维多利亚道第2个路口之前，把事先准备好的假枪拉起。这样一来，就能确保真军车错过真银行后门的路口。前面再过2个路口，拐弯就到了。就这儿，前面右拐。这帮二五眼当兵的，怎么都没想到自己拐错了道，把车开进了黄木匠巧手打造的假银行，把林主管开的存单交给军爷，1箱黄金顺利到手。精彩！这4个人不可能知道军金交易，更不可能弄到军车，他们背后肯定有人，假装祖师爷，给各行各业降罪赏罚。祖师爷跟二胡有关，既然九牛已经齐了，那二胡也该开始。九牛丢的是性命，现在丢的是金子，所以虎是指黄金。不管怎么样，先把造假银行和偷真黄金的人逮出来再说。这假银行是找到了，但真黄金去哪儿找呢？师兄弟4个只剩下生死不明的倒斗章，找到他，也就找到金子。1箱金子都到手了，难不成他还等着我们去找他？这跟倒斗章最亲近的人是小月红，可人也死了呀。这人死了，第二还在呀。要不然2位再去藏翠楼查查呗。你别胡说！别瞎编排。那天你俩要是没赶上小月红逍遥游呢？你们准备怎么查？是左拥右抱的查，还是亲亲热热的查？他们俩，堂堂丁秘书长，查案你不大大方方的，要不是心里有鬼，换什么衣服贴什么胡子呀？你少说2句。我还没说完呢。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查案关键性线索越少人知道越好。
我们之间还有隐瞒。那你怎么知道白姬文和仵作南不和呀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算不算隐瞒？什么大麻花、小包子，以后都不好使。以后谁要再理谁，谁就是王八。来了，我们走。郭爷，之前跟您提的那趟私活，再不干可就要黄了。那人死在外地，用船把棺材运回天津，赶巧遇上了大风雨，这船一翻啊，棺材掉河里了。那苦主跟我说了，只要能把棺材捞上来，价随便开。那人神神秘秘的说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可我一想，这好事儿也不能我自己闷那儿密了，不是？得想着咱郭爷。你呀，倒是想自个儿眯了，你有这能耐吗？你要是敢下水，这事儿能来找我啊？现如今天津城大旱，海河都干了，哪儿来的大风雨？这事儿，要么就是别人在骗你，要么就是你在骗我。我可不敢跟郭爷玩虚的，句句属实。而且那苦主还说了，他能用金子来付工钱。那人长什么样？嘴里短2颗门牙，说话漏风。那黄瓜匠短2颗门牙，好像是做活的时候给崩的，这街坊们都知道呀。你呀，就去跟那活牙说，这活儿你是挺想接的，可惜不赶巧，那棺材已经被龙王庙的郭德友给捞了。好。走如云剑，亲睦家和事前嫌。岁子行孙承长贡，莫如祖先父母言。你看看你像不像那没有蛋的老母鸡在那假抱窝？安婚买卖无非是迁坟遗骨，或是子孙做了什么逆孝道的事情，心里愧，找个神婆来喊2嗓子，赔个不是就完了。您这喊了2时辰了还没喊完，还差点把我踹火坑里。你还知道我喊了2个时辰呢？你给我说说，这2时辰你喊了多的一丢丢丢丢丢啊！那人家请的是张神婆，灵啊！我顾仙姑年头短，还欠火候，那不得多跟您学嘛？金鸟奔走如云喊什么喊？喊什么喊？娘，你说他们是做了什么缺德冒烟的事儿，让咱们这么要命的喊呢？谁说不是呢？他们就托人送来了请罪的帖子、方位和时辰，连个面都没露。你说是不是没脸呢？可人家请了咱，应该是要皮要脸的。就冲着这个，咱们得把时辰给念够啊！这么劳神的活儿您都接了，
没少收吧？这，别惦记。成，那以后我单干活的时候，您也别惦记。哼，不惦记就不惦记，你还以为我想惦记啊？金鸟奔走。哎呀，我这块金子还不老小呢哈！我这块金子还真不老小呢！呀！哇！就知道惦记你老娘这点收成。哎，这安魂咒不是得在先人坟头念吗？可不是嘛，我也纳闷儿，天津大旱之前，这里可全是水呀，还这么阔气，用金子付钱。这手艺眼熟吗？这就是你们之前说的药香棺？这跟装蚂蟥的木箱子一模一样，防水防潮，都已经泡水这么长时间了，棺材一点没淹水。这谁的棺材？哼，晚上就知道了。吃饭去吧。还记得师傅怎么教的吗？枯叶障目，灯油抹路，师傅这招屡试不爽啊！不出声是偷，出声是抢，一看就不是道上，外行。你还真没死。他谁呀？棺材铺的木匠黄承忠。那棺材里装的是谁？倒斗章。是他杀了倒斗章，再把尸体伪装成了他自己。你怎么知道是他杀的？发现棺材铺死者当天，棺材铺里的汤药还是温的。熬汤药，屋里必然潮，
可墙角的爆花却雪白干燥，证明爆花是刚爆不久的。木匠这行业都是一人一爆，只有使惯的刨子才能爆出厚薄均匀的爆花。阎王钉是做棺材人的绝活，每颗钉落钉的位置都十分讲究，打实关钉，封蜡溜缝，尸体腐烂的气味跑不出去，延迟了尸体被发现的时间，还正好应了木匠行祖师爷降罪的刑罚——自封棺。只要所有人都认为黄木匠已经死了，那黄木匠就脱罪了。而棺材里死的其实是倒斗章。你为什么杀他呀？一箱黄金闹出3条人命，祖师爷降罪吓唬人，军金两道也因此互咬。只是因为你们师兄弟4人见财忘义，分赃不均吗？跟9牛2虎1鸡到底有没有关系？